加拿大呢最新的联邦预算案把资本增值税呢从50%算收入提升到2%算收入。We're making Canada's tax system more fair by ensuring that the very wealthiest pay their fair share. 政府说啊，只会影响到0.1%的这个富人啊才需要来交这个税。实际上，这个税呢跟很多的中产都会有关系的啊。你想一想，你认识的人里面哈，10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投资房地产吗？那不可能嘛。个人名下前25万的资本增值是还按照原来的50%报税啊，每年啊，然后超过50万的部分呢，增加到这个2%，66.67%，这些所有的收入呢合在一起，然后再来计算总的税率。资本增值啊，它包括了像房地产的投资啊，像股票的投资啊，或者是你买卖个生意啊等等啊，它都包括的。那么房地产呢，是这个资本增值一个最重要的来源，是普通人也可能是最多的一个来源，是房地产啊。那么房地产它有个特点啊，就是说呢，它不是说你今年买了，明年就把它卖掉啊。房地产呢，往往是比较长期持有的，有可能你买一个房子10年8年不卖啊。我甚至知道，像我们有些客人啊，有些投资者，他可能20、30年前买的房子啊，就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长期持有一个房产。它有可能是很多年的增值合在一起。你比方说，在我们温哥华，很容易一个房子100万、200万，然后你持有10年、20年，这个房子有可能增值了100万、200万。你增值了100万，你不会说呢，是我这个今年卖一部分，明年卖一部分，后年卖一部分哈，然后逐渐的，就是每年比方说卖25万，这个一般不会这样子。华人又喜欢这个买房子，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有这个投资房地产的。基本上这个税率呢，这些人他都会受到影响。你想一想，你认识的人里面哈，10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投资房地产吗？那不可能嘛。你认识就是我们华人的话，你假设你认识100个人，我认为可能20个、30个人都有投资房地产，所以它的影响面是远远大于啊政府说的这个0.1%的这个富人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对这个政治家来说哈，他的其中一个很巧妙的东西呢，说，哎呀，我交的一个税是只收富人的哈，所以大家呢，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事情，大家觉得收富人税是理所当然的啊。然后我作为一个中产，反正也跟我没有关系。事实上，这个税呢，跟很多的中产都会有关系的。像这个财政部长黄慧兰她说哦，只是影响这个0.1%，因为呢，他是想最小的影响就是这个选票，就是说普通人你是不用交这个税的啊，所以呢，明年大选的时候还要投我们这个自由党。现在的自由党呢是少数政府啊，就说在国会里面他没有半数的席位，所以他现在呢任何的政策啊，他都需要拉到另外一个政党的就是赞助，他才能够继续执政下去。所以像最近的这个预算案呢，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党和 NDP 新民主党的一个妥协，中间会增加了很多的那种就是 NDP 的一些政策，他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否则的话他通不过就要就是政府就会垮台，然后就会需要重新大选。所以呢，它是一种这个小土豆的政府呢，他为了执政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这种权宜之计。我认为呢，加拿大政府会持续缺钱的。那么，如果是持续缺钱、持续的很大的这种赤字的话，第一个呢是有可能在未来的2、3年把资本增值税呢从66.67%增加到75%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它有可能就是房屋的这种增值，比方说25万增值以内我不收你的税啊，或者多少钱之内，或者这个房子你在里面住了多少年啊？你比方说你每住1年，我给你1万块钱的免税额啊，有可能会。就是他采取一种机制说你富人要是卖了房子，比方说如果你是500万买的房子，1000万卖掉了，我就又要这个收你的税啊。但是如果呢你是50万买的，你75万、80万卖掉了，我就不收你的税，所以这个也是有一种可能的啊。所以呢，怎么样来规划您的这个税收啊，包括整个家族的这个税务的筹划就很重要。赢家选择锁住财富，我是冯银锁，点击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一起走入金融的世界。